流奖项到底公不公正？倪萍在金鸡奖1对9的战绩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。我公平的说啊，虽然各位都拿到奖了，当然是你的实力，这是肯定了，但是也有运气，这必须承认。没有拿奖的人呢，说实在的也特别有实力，但是没有运气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在内涵获奖结果后，他火力全开，先是通过对池鹏的穿搭暗讽评委只看皮囊。所有人都穿着礼服，像我这么难看的人，腰这么粗，我还穿上了。他穿个破毛衣坐在那儿，穿着胶鞋。可是真的，池鹏是一个特别棒的演员，这评价也特别高，但是他输给王珞丹了。王珞丹多年轻漂亮。之后又力挺陶泽如，想要揭示评委弄虚作假。陶泽如，你知道你的票数其实特别高吗？但是你没获奖。当你脱光了衣服跑的时候，我们的2个评委为你掉眼泪了。我就不解释了为什么哈，同志们，大家都聪明。而那一年没有获奖的池鹏和陶泽如都是凭借《百鸟朝凤》提名的，获得最佳女配角的王珞丹则是凭借《搜索》提名。如果我们去看一看这2部电影，就能理解倪萍老师为什么会在这么大的平台上仗义直言。《百鸟朝凤》是吴天明导演的遗作，讲的是陕西无双镇一个唢呐匠人的故事。因为在电影杀青2天后，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，所以这部电影成了没人管的孤儿。后来是他的女儿跑遍了各个影院，63岁的出品人方丽直播下跪求排片，才让这部电影成功上映。但是只要你们能为百鸟朝凤排一场黄金节。陶泽如在其中饰演焦三爷，是当地最后一个会吹百鸟朝凤的老艺人，手里那把唢呐从清朝道光年间传下来，传了几代人。为了演好焦三爷，陶泽如提前3个月就开始学唢呐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对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吹，一吹就是一整天。刚开始吹得难听，整个剧组都跟着遭罪，他的嘴唇磨破了一层又一层，手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到最后，他吹的百鸟朝凤，连当地的老艺人都挑不出毛病。尤其是影片后半段，焦三爷查出了肺癌晚期，最后一次出活，吹到最后，一口鲜血喷在了唢呐上。这场戏陶泽如拍了整整1天，每一遍都真吹，每一遍都拼尽全力。拍完之后，他直接累倒在地上，半天都爬不起来。而池鹏演师娘，其实他在这部电影里台词不多，但他能获得提名，就已经说明他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往往台词不多的角色才最考验功底。而王珞丹在《搜索》里饰演杨佳琪，是一个电视台实习记者，剧本给的空间大，演起来有明确的情绪递进。和池鹏的师娘比起来，难度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本以为有了这次炮轰之后，这些主流奖项的风气会彻底回正，可是倪萍老师的话似乎并没有让他们正视自身的问题。第36届百花奖，沈腾凭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提名最佳男主角，最终票数却是0。今年第38届百花奖，王宝强凭《唐探1900》提名最佳男主角，也是0票，就连成龙也只有2票。有人说喜剧演员拿奖难，可这个难是怎么诞生的？难的不是演技，是偏见。唯一让人觉得有些宽慰的是，今年6月，池鹏凭《生万物》拿到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。现在的一些主流奖项好像越来越脱离大众了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影视寒冬只会更严重。